这孩子长得有反骨，这要红了之后肯定得够瞧的。这个郭老师意思我现在就差郭老师调教了，我教不了你。要说娱乐圈里最敢说最不怕事的，那还得是郭德纲。这一刻我才真正明白，天狂自有天收，人狂必有代价。在某档喜剧综艺节目中，一对身着红绿撞色的小鲜肉相声组合闪亮登场，本想着凭借年轻气盛大展身手，可没想到却正面撞上了老郭的铁嘴钢牙。不是您凭什么拿冠军啊？我长得难看，我长得比你还难看呢，那郭德纲比咱俩都难看，你说这？表演才刚刚开始，两位选手便拿郭德纲开涮，引得台下观众捧腹大笑。相声界有句老话，台上无大小，所以老郭对此并不介意，反倒对他们的大胆与不羁流露出欣赏的微笑。原本按照这样的开局，他们加入老郭战队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然而事情的走向却出乎意料，起初的精彩表现竟只是一个幌子。随着演出的深入，那位红衣的逗哏演员愈发失控，不仅故意做出夸张的动作以博取眼球，还时不时地发出刺耳的叫声。这样的表演对于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恐怕当场就得去见太爷。一直保持着风度的郭德纲此刻脸上的笑容也荡然无存，但真正奇葩的还在后头。当进入点评环节时，红衣小伙更是贡献了全场最炸裂的一幕。你们来喜剧狂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是想把喜剧狂当成一个踏板，因为我的梦想是在30岁之前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踏板这两个字一出口，谢娜原本嬉笑的脸立刻变得严肃起来。虽然大家心里都明白，上节目确实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和事业，但这样直白的表达出来，未免让人觉得太过功利，甚至有些咄咄逼人。更何况选手还特意用了踏板这个词，这意思不就是想要踩台下的3位评委来让自己上位吗？说白了就是我的实力并不逊色于任何人，只是缺少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差的仅仅是名气而已。面对小伙的狂妄态度，谢娜也是不惯着他，直接搬出了曾登上春晚舞台的郭德纲，以此来压压小伙的嚣张气焰。这也是上了春晚的郭老师啊！对，我们俩就这一点区别，就是他上了我没上而已。你赶紧让郭老师说两句吧，他憋半天了在那儿。他一会儿等大雷子，等大雷，你等会儿啊！嚣不嚣张，炸不炸裂？这位选手竟然连老郭都不放在眼里，字里行间充满了狂妄与自大，一副我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的样子，目中无人的程度简直令人啧舌。当初的梦想都是一样的，想成名成腕，可能我说还比较直，但是我说的是实话。为了上春晚都做了哪些准备？因为我觉得如果自己不拿自己当腕的话，别人没有人会拿你当腕。比如说微博或者是微信粉丝的量要比我关注的量要多出来很多倍，因为据说郭老师的粉丝量是3700多万，关注只有30多个人，所以说我就要求的是这种感觉。小伙的观点很明确，他认为只有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才能提升名气，而一旦名气足够大，春晚的邀请自然会随之而来。换句话说，他坚信上春晚主要靠的是名气，而非作品的质量。因此他这次登台的目的就是利用节目组和评委的影响力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然而这番言论不仅显得他极为狂妄，更在无形中否定了老郭上春晚的实力，这让老郭尴尬不已，搭档更是直接被他整蒙圈了，现场气氛一时间降至冰点。可是你上了这个台，你上不了春晚，白来了，那怎么办呢？先能拿着冠军再说吧。上了这个台，你上不了春晚，这句话表面上是在说这个舞台的影响力无法满足对方的野心，但实际上老郭是在含蓄地指出选手的表演水平不咋地。然而选手似乎并未领会到其中的深意，不知是确实没听懂，还是故意在与老郭较劲，随后轻描淡写地回了句先拿到冠军再说吧，显露出极其自负的态度。好在搭档情商颇高，及时察觉到了老郭神情语气的变化，立刻出言提醒。我感觉他想弄死你。没有，你这样的孩子我见多了。每年一招学员就是成千上万的人来，比他狂的有的是，可以理解。我跟他一句句掰扯，显得我没有大人之才，但是我愿意跟你们聊聊天。两位老师是在哪儿学的相声？哎呦，你可别叫我们老师哦！不，好说话，肩膀齐为弟兄啊！郭德纲真不愧为语言艺术大师，阴阳艺术可谓是被他玩得炉火纯青，一句和对方掰扯没有大人之才，同时又称其为老师，这种低姿态的称呼，实际上是对年轻后生狂妄自大的一种讽刺。当他说肩膀齐为弟兄，其实就是在表明态度，你不是说咱俩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吗？那我又有什么资格教你呢？见郭德纲果断拒绝了二人，随后英达也是直接表明态度。我肯定在相声上面没有什么能够告诉二位的。我也想学表演。我这个战队啊，可能不能收容你们，因为你们太大了。您就看我一眼就行。他们说我演汉奸特别合适。是，这我刚才已经注意到了，我已经注意到了。身着相声大褂上台，
很明显是冲着郭德纲来的。见郭德纲拒绝了自己，随后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搭档，转身投向了演艺圈。为了赢得英达的青睐，更是不遗余力地展现自己扮演汉奸的天赋。而英达也是直接回了句：“我刚才已经注意到了。”这句话无疑是在暗讽对方为了出名而不惜背弃兄弟情谊，这不就是妥妥的有奶便是娘行为吗？但是我的战队呢，确实比较这个池子比较水浅啊，容不了二位，所以我就先告退一步。谁潜容不了两位？英达的这句话显然话里有话，暗藏讥讽，可见他也是深谙骂人之道。随着英达的离场，谢娜就成了舞台上剩下的唯一希望，选手自然会想方设法地博取她的好感。因为我教不了任何东西，而且我的组里面因为会比较少一点，我希望可以跟您在一起啊，上综艺节目啊。综艺节目啊，在上综艺节目我非常喜欢啊，非常希望跟您在一起上综艺节目，因为非常喜欢你啊，更喜欢张杰啊。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这位选手竟然多次倒戈，叛变的速度着实令人啧舌。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这次还运用了谄媚之术，企图通过逢迎拍马来赢得谢娜的青睐。虽然这种行径让旁人看着不爽，但当事人却往往很享受这种被恭维的感觉。毕竟没人能拒绝好听的话。当提到张杰时，谢娜明显有所动摇，而旁边的搭档也趁机加大攻势。要不我也唱一个逆战吧？不得不承认，搭档的情商确实在线。他巧妙地选择张杰的成名曲作为切入点，不仅成功讨得了谢娜的欢心，还顺势证明了自己一方是张杰的真爱粉。这样一来，之前那些恭维的话语就显得更加真诚可信，让谢娜更加受用，甚至更加不好意思拒绝他们。然而就在搭档以为胜券在握之际，红衣选手接下来的一句话却犹如晴天霹雳，成功地将这大好局面彻底击碎。只要唱的比张杰难听就 OK 了。这话的潜台词就是张杰唱的也挺难听的，你知道吧？得想办法比他唱的更难听，是这初出江湖就得罪了所有的人。娜姐，选择。不好意思，谢谢。只因自己的口无遮拦，红衣选手让最后的希望也化为泡影。尽管如此，他内心那股渴望成名成万的意念仍然蠢蠢欲动。在老郭对其进行最后点评时，他又故技重施，耍起了小聪明。这行是这样，帮你不容易，回你可简单了。个性不能当饭吃。对，桀骜不驯的东西太多啊！这天老大他老二，他没有他瞧得起的人，但是都允许。按照天津人讲话说，就是没挨过打，对，就扔到外边去折腾去，今儿让这个骂，明儿让那来一嘴巴。闯荡江湖多少年之后，他的锋芒会有所收敛，他也会知道跟谁说话用什么态度，办什么事用什么技巧，但这个都不着急。3、5年之内把他掌握透了话，前途无量；3、5年之后还这样的话，你也就这样了。郭老师意思，我现在就差郭老师调教了。我教不了你。面对选手的自以为是，老郭毫不犹豫地选择拒绝，没有给其留下任何余地。这位选手凭一己之力将自己的前途毁于一旦，不禁让人感到惋惜。更可惜的是，他的搭档也受到了连累，仿佛成了这场闹剧的陪葬品。这样的结局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诸君对此你们怎么看？